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，咬着牙根，一遍遍地问自己同一个问题？明明已经拼到了极限，本本分分，勤勤恳恳，现实却还是把你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明明对身边人掏出了所有，在每一个关键局里都顾全大局，利益分配到最后，你的名字永远排在垫底。如果你有过这种至暗时刻，如果你的胸口曾经压着这块透不过气的石头，那今天这堂课是专门为你开的，让你屡败屡战。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不是你运气太差，而是你脑子里那套运行了几十年的生存系统，从出场那天起，就已经是一套残次品。中国历史上有一本书被历朝历代最顶级的权谋家、开国帝王和现代商界巨头偷偷压在枕头底下反复研读。这本书只有区区5000字，却隐藏着看透这个世界全部运转逻辑的终极密码。这本书就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然而现实中最可悲的事情是，99%的普通人对它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解。一提到《道德经》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4个字：无为而治。他们以为老子是在教人遇到困难就躺平，教人清心寡欲，教人与世无争，做一个安安分分的好人。如果你至今仍然抱着这种想法，我今天必须残酷地告诉你，你被彻底洗脑了。这套洗脑包的制造者正是那些篡改历史、用道德规训弱者的儒家文人和统治阶级。这才是你总是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的真正病根。如果《道德经》真的只是一碗叫人躺平的废话，汉初的皇帝为什么靠它恢复了一个百废待兴的帝国，被史学家称为将满朝文武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大明嘉靖皇帝？为什么终生修炼黄老之术？因为《道德经》从来不是写给普通百姓喝的心灵鸡汤，它是一部居高临下、字字冷血的帝王操作系统，是一套弱肉强食的顶级兵法。老子所说的无为，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看透规律之后的精准布局，是不去做无效乱为，从而达到无所不为的绝对掌控。他教的是如何隐藏实力，如何让对手彻底放松警惕，如何顺应规律，对敌人完成不流一滴血的缴械与降维打击。这是一门极端高级的厚黑防身术。今天我们彻底撕下《道德经》温情脉脉的伪装，为你提炼其中10句核心箴言，用最冰冷的社会学、博弈论与人性心理学，把这10句话翻译成现代成人世界里招招致命的生存代码。如果你不想在余生中继续做那个任人拿捏的老实人，请立刻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把这堂课听到最后。法则1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戒除情绪，启用绝对理智的上帝视角。这是整部《道德经》最挑战人类情感底线的一句总纲。很多人把它错误地解读成老天爷不仁慈，把万物都当猪狗践踏，这是彻头彻尾的弱者悲鸣。老子的本意是，天地运行的法则本身没有任何私人感情，不讲道德，不偏袒任何人，绝对客观。在自然规律面前，圣人与草渣的祭祀狗没有任何区别。对一个成熟的社会人来说，这句话的实用价值只有一个字：戒。戒掉你的巨婴心态，戒掉你的情绪内耗。职场上那些最典型的输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：我对公司这么忠诚，天天加班，凭什么提拔的不是我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反咬我一口？人性怎么这么恶劣？当你开口说出这些话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彻底输了，因为你还在奢望这个世界存在一个公正的裁判，来为你的委屈买单。丛林法则里没有对错，只有筹码的对撞。一个人破局的能力，取决于他对客观规律的认知与利用，而主观情绪和道德幻觉越重，这种能力
就越弱。强者在面对背叛和失败时，从不哭诉天地不仁，他们立刻切换进上帝视角。这个人背叛我，是因为我给的利益筹码不够高，没有覆盖他的背叛成本。老板没提拔我，是因为我提供的埋头苦干价值不如对方提供的情绪价值，更符合老板当下的痛点需求。万物皆为筹码，规律即是神明。当你不再用道德眼光看待身边的同事、亲戚和对手，而是用利益与人性规律去精准计算他们时，你就获得了《道德经》赋予你的第一层防弹衣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绝对理智。法则2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身段向下，无声渗透的最高战略。这句话被挂在无数老板办公室的墙上，被无数人错误地解读成做一个老好人，处处谦让，帮助别人。这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你去看看能切开最硬钢板的高压水刀，你去看看瞬间摧毁整座城池的海啸和泥石流。水若发起狠来，雷霆万钧，无物可挡。老子推崇水，是因为水掌握着这世间最恐怖的2种战术：渗透与规避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在现代博弈论里叫做先提供价值，隐藏锋芒，不去触碰对手的敏感防线，处众人之所恶。在商业战略里叫做下沉市场，占领别人嫌脏嫌累，不愿去碰的底层生态位，在底部完成绝对垄断。给你一个职场实战案例：一个空降高管到了新部门，如果他一来就大刀阔斧搞改革，这叫用火，一定会遭到旧势力的疯狂扑灭和抵制。一个精通黄老之术的高管会怎么做？他像水一样流进来，前3个月一言不发，态度极度谦卑，帮老员工解决报销问题，替下属申请福利，主动承担边缘的脏活累活，处众人之所恶。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没脾气的老好人，彻底放下了戒备。但这水在这3个月里无声无息地渗进了部门的每一个角落，摸清了每一个人的底细和软肋。时机一到，他收网的那一刻，水瞬间结成寒冰，所有人猛然发现自己早已被死死冻在其中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什么叫不争？不争是为了不引起你抵抗而进行的无声入侵，是布局阶段最强的迷彩服，把姿态放低，把利益让到明面上，把野心藏在地底下，这才是真正的上善若水。法则3：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捧杀做局，毁灭对手的极致毒药。前2条法则教你防守与渗透，第3条是《道德经》里最令人胆寒的猎杀术：将欲和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翻译过来就是：你想让对方闭合，就先让他极度张开；你想削弱对方，就先让他强大到膨胀；你想毁灭对方，就先把他捧上巅峰；你想夺走他的东西，就先不断地给予他。这是中国几千年厚黑学中捧杀与钓鱼执法的终极源代码。当你在社会上遇到一个极度嚣张、咄咄逼人的强敌时，普通人的反应是硬刚，结果2败俱伤。而深谙此道的谋略家会精准地捕捉到对手最致命的崩溃点，那就是让其极端膨胀的欲望与脱离实际的自我认知发生剧烈碰撞。你要做的不是打压他，而是喂养他的傲慢。在职场上，面对一个功高震主、持续打压你的同级甚至上司，不要去举报他，要疯狂地捧他。在所有公开场合把高帽子戴在他头上，这件事只有王总能办。王总的能量比老板还大，我们都听王总的，不停地给他让利，让他在虚荣和权力中迷失自我，让他变得目中无人，
让他把所有人都得罪光，让他的嚣张引起最高统治者老板的生理性厌恶与忌惮。郑庄公对付嚣张跋扈的弟弟共叔段，用的正是这一招。不管弟弟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要城池，要军队，郑庄公一律答应，甚至暗中推波助澜，一直等到共叔段膨胀到起兵造反，成为全天下的叛贼时，才雷霆出击，一击将其彻底消灭，还赢得了天下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赞誉。这背后全是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的精密大局。这世上最可怕的毒药，不是穿肠毒草，而是裹着蜜糖的权力与赞美，让其灭亡，必先让其疯狂。遇到讨厌的小人，请立刻为他让出一条通往悬崖的康庄大道。法则4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洞穿信息差，精算自身筹码的绝对清醒。这一条关乎你在博弈牌桌上的自我定位。看透别人的底牌叫有智慧，而能看透自己的底牌和斤两，才叫洞察大道的明白人。现实中，死于不知己的悲剧，我们见过太多。很多人在一个强大的平台上做出了些业绩，当了个高管，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，别人叫他一声张总，他就真以为自己具备了只手遮天的能力。结果一旦离开了平台，去创业或者退休，瞬间发现连一个路边摊都搞不定。以前围着他转的人，一夜之间全部蒸发。这是典型的把平台资源当成了自己的能力，把别人对职位的敬畏当成了对自己个人的忠诚。道德经告诉我们，在任何一次谈判、求人、跳槽之前，你必须先用最冰冷的标准对自己做一次彻底的扒皮式筹码盘点。我手里到底有什么不可替代的技术？有什么带得走的客户资源？我对对方的利用价值究竟在哪里？对方来找我合作，是图我的钱，图我的人脉，还是打算让我去当顶雷的炮灰？当你能像机器人一样客观地把自己的可用价值明码标价，你再去跟人打交道，你就能一眼洞穿对方的意图，不会因为别人画的大饼而热血沸腾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贬低而陷入自卑。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把锤子还是一颗钉子，这就是自胜者强。在这个充满迷魂阵的成人世界里，能时刻保持大脑清醒，不被阿谀奉承所诱惑，不被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所绑架，这才是刀枪不入的绝对强者法则。法则5：起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拒绝透支，隐忍克制的长线生存学。这一条是送给所有急于求成、喜欢炫耀之人的警示横言。起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见者不明，自恃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长久踮起脚尖的人是站不稳的，步子迈得太大的人是走不远的。那些喜欢自我炫耀、自以为是、到处邀功的人，成就一定无法长久。把这个逻辑引入现代金融与人际关系，就是4个字：防范透支。很多做生意的人手里明明只有一小部分现金流，非要疯狂借贷、买豪车、租顶级写字楼，用包装出来的实力去震慑别人。这就是踮起脚尖站立。短期内你可能真的糊弄了几个不懂行的客户，但只要市场稍微有一丝风吹草动，资金链一断裂，你踮起的脚尖就会瞬间骨折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在人际关系中，自炫、自夸更是致命的地雷。你必须明白一个关于嫉妒与仇恨的底层逻辑：你遭到外界暗算的几率，完全取决于你刻意展示财富与成绩的频率，以及你与周围人的阶层重合度。当你在同事面前炫耀老板对你的赏识，当你过年回老家时炫耀你新买的房产，你以为你在赢得尊重，错了，你是在周围所有人心里种下了一颗叫做凭什么是他的剧毒种子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
人狂有祸，天必收之。你过早地把所有底牌和光环暴露在阳光下，你就成了所有人的活靶子，背后的小鞋，恶意举报，项目里的绊子会接踵而至。真正深谙《道德经》的大佬，越是成功，越喜欢战略性哭穷与主动示弱。出门穿布鞋，把功劳全推给团队和时代的运气，永远双脚踏实地踩在地面上，不招人嫉妒，闷声发大财，因为他们懂得活得长远比一时风光重要10000倍。法则6：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，避开红海，降为布局的不争之争。掌握了前5条主动出击的法则，我们进入更深层的防御与架构层。不要去满是鲜血的红海里跟别人拼刺刀。职场上，如果所有人都去争那个油水最足但竞争最残酷的肥缺，你不要去参与那种毫无底线的内卷，即使你争赢了，也一定满身是伤，并且树敌无数。你要去寻找生态位的空缺，掌握一门冷门但不可或缺的技能，接手一个没有人愿意碰，但对公司战略极度重要的边缘板块。当你在这里深耕到底，形成绝对的能力壁垒时，你虽然没有去争，但最高决策者再也离不开你。这叫降维打击式的不争之争，是用不对称的信息与能力，让别人根本没有资格跟你竞争。法则7：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拉长战线，熬死狂徒的时间博弈。狂风刮不了一整个早晨，暴雨下不了一整天。这句话是教你如何熬死那个极度强势的敌人。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脾气暴躁、新官上任3把火的领导，或者谈判桌上一个极度咄咄逼人、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的疯子，记住，不要与他正面冲突。任何极端的力量都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，它注定短暂，注定不可持续。你只需要像一块海绵一样，默默吸收他前期的狂风骤雨，低头称是，绝不还嘴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能量耗尽，他的强硬引发了众怒，开始出现失误时，你的体力依然满格，那时候才是你一剑封喉、反攻倒算的最佳时机。这叫拉长战线，耗死狂徒。法则8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主动暴露弱点，以瑕疵换安全的保命逻辑。极致的完美就如同残缺，唯有带有瑕疵的完美才能长久使用。这是一条保命的底层逻辑，主动展现弱点，以测安全。在古代，如果一个将军仗打得好，体恤士兵，还从不贪财不恋色，毫无软肋，这种将军皇帝看完，第2天就会找借口把他杀掉，因为他太完美，完美到没有任何把柄可以控制，完美到随时会功高震主。历史上的名将为了保命，往往会在上战场前主动向皇帝讨要田地，贪图小利，主动制造贪财这个缺点，让上位者觉得他有软肋，我能控制他。职场同理，你业绩太好，能力太强，就必须偶尔在领导面前犯一点无伤大雅的小错误，让领导去纠正你，满足上位者的优越感和控制欲。完美招致毁灭，瑕疵才是你融入权力体系的通行证。法则9：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极致的逆向偏执与危机管理意识。灾祸之中隐藏着福气，巨大的福气背后一定潜伏着毁灭的灾祸。这警示我们必须建立起极致的逆向思维与危机管理意识。普通人遭遇重大挫折会一蹶不振，谋略家会第一时间去寻找祸中的福气。我在低成本的买了一个教训，这让我摆脱了一个有毒的圈子，这是我触底反弹的筹码。更重要的是反过来的那一面，当你刚签下一个大单，刚被提拔，刚拿到巨额融资，人生最巅峰无比狂喜的时刻，请立刻拉响大脑里的防空警报，这正是福兮祸之所伏的
最危险时刻。此时你的警惕性最低，周围人的嫉妒心却达到了历史峰值。多少盛极一时的企业，在上市庆功宴后崩盘；多少人赚到第一桶金后，因为膨胀投资了陌生领域，几天内倾家荡产。越是烈火烹油、鲜花著锦之时，越要如履薄冰，越要在大喜之时立刻排查所有可能的风险漏洞。这是绝顶聪明人的本能反射。法则10：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把每一个利益闭环锁死到最后一刻的权力收尾数，在事情即将完成的最后关头，还能保持与刚开始时一样的谨慎与恐惧，那就绝对不会失败。无数的悲剧都发生在最后的1公里，谈判谈了几个月，合同只差最后一个签字。你觉得稳操胜券，晚上去喝了一顿大酒，酒后失言，泄露了底价。第二天，对手直接撕毁合同，权力的交接，利益的分配，在最终没有落进你的口袋，没有盖上公章之前，一切都是变量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道德经在最后告诫我们，收起你的得意忘形，在猎物真正被你彻底掌控之前，绝对不要松开手里的弓箭，用极度冰冷的理性锁死每一个环节，完成最后的利益闭环，不给对手留下一丝反扑的机会。听到这里，《道德经》这部厚达2000多年的顶层权谋与防身代码，我已经为你拆解成了10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把这本奉为国学经典的书解读得如此冰冷和功利，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？如果你觉得无法接受，说明你仍然没有看透现实社会运行的本质。真实的社会从来不相信眼泪，也不奖励单纯的善良，它只臣服于那些看透了规律并且懂得利用规律的人。我们学习这些极度冷酷的黄老之术，不是为了成为主动伤害他人的恶魔，而是为了在那些披着羊皮的狼、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向我们伸出獠牙时，我们能拥有一眼看穿他们的透视眼，能够保护我们辛苦半生积攒的财富、家庭的安全和我们在复杂人际关系中不容践踏的尊严。菩萨心肠必须配上金刚手段。从今天起，戒掉大脑里那可怜的情绪内耗，摘掉不切实际的虚荣心，像水一样渗透，像上帝一样旁观，把自己的底牌藏在无尽的深渊，做一个喜怒不形于色、刚张手段、滴水不漏的无形执旗者。如果你今天看懂了这套足以逆天改命、立于不败之地的底层逻辑大课，觉得大脑完成了一次极度残酷但无比爽快的升级，请在评论区毫不犹豫地打出这8个字：上善若水，谋定后动。让这8个字成为你后半生纵横政商两界、驾驭群雄的终极法宝。如果你想继续探究更多历史大佬不为人知的心机手腕，学习最实用的降维打击防身术，请立刻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这里是谋略心术频道，我们不熬麻痹人心的鸡汤，只为你铸造撬动权力与财富的钢铁杠杆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